周三，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来华出席第3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安徽屯溪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新考验，保持正确前进方向，展现坚韧发展势头。双方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更为坚定，推进各领域合作的信心更为牢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拉夫罗夫表示，在国际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俄中两国元首保持战略沟通，为推动俄中关系稳步发展和促进全球多极化发挥重要作用。俄方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持续加强高水平战略协作，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同时在国际和多边舞台上积极推进多极化进程，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拉夫罗夫通报了俄乌谈判情况，表示俄方致力于紧张局势降温，将继续同乌进行和谈，并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王毅说，国际局势进入动荡变革期，见证着世界正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方一贯支持世界走向多极化，国际关系实现民主化，一贯主张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一贯在国际事务中秉持客观公正，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乌克兰问题有着复杂历史经纬和来龙去脉，既是欧洲安全矛盾长期积累的爆发，也是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造成的结果。当前形势下，我们支持俄乌双方克服困难继续和谈，支持迄今谈判达成的积极成果，支持现地局势尽快实现降温，支持俄罗斯以及各方为防止大规模人道危机所做的努力。从长远看，应当汲取乌克兰危机的教训，本着相互尊重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回应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谈判构建起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实现欧洲的长治久安。双方还就亚太局势、朝鲜半岛、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等多边事务交换了意见，协调了立场。针对拉夫罗夫提及的俄罗斯和中国同意在应对国际挑战方面扩大合作，在周三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指出，中俄始终坚持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原则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俄始终坚持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原则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双方将继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当地时间周二，俄罗斯与乌克兰代表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第5轮会谈。乌方提出以保持中立地位换取安全保证，这意味着乌克兰不会加入军事联盟或不允许外国驻军。有观察指出，俄乌本轮谈判是迄今为止最具进展的一次，双方均向外界传递出积极信号。美国白宫方面在俄乌第5轮谈判后表示，拜登将就与普京进行直接会谈做有条件准备。当地时间周二，俄乌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新一轮面对面谈判。原定2天的谈判在持续大约3小时后就宣告结束，双方后续谈判将以视频形式进行。谈判结束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尔卢表示，本轮谈判是迄今为止最具进展的，双方在一些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俄罗斯谈判代表团团长、俄总统助理梅金斯基表示，收到了乌克兰代表团提交的书面建议，内容包括乌克兰宣布成为国际法律保障下的永久中立不结盟无核国家，乌克兰放弃加入军事联盟，不在其领土上允许外国驻军，俄罗斯不得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等。Мы получил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Украины для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понятно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нную их позицию по включению в договор. Эт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будут рассмотрены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доложены президенту, и будет дан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наш ответ. 乌克兰谈判代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对乌方来说，最重要的是乌克兰的国际安全保障问题。根据乌克兰提出的安全保障国建议，在必要情况下，将由安全保障国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在这样的前提下，乌克兰愿意保持中立地位。Тому імплементація рішення цього договору по гарантіям безпеки буде йти по наступній процедурі. Спочатку це буде референдум, на якому всі громадяни України вискажуть свою позицію щодо цього договору.
щодо того, як він має працювати. Після цього буде йти ратифікація парламентів країн-гарантів і парламенту України. Це ключове. 有报道称，这也是乌方首次为寻求停火提出这么具体的建议。乌方设想获得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的安全保证，包括土耳其、以色列、德国及波兰可以作为安全保障国。乌克兰将来一旦发生事故，相关保障国为乌方提供援助。此外，乌方还提议设立一个围绕克里米亚地位问题的15年磋商期。但要求这一点只有在实现完全停火的前提下才会生效。不能忽视的是，俄乌双方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晚些时候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从谈判桌上发出的信号可以说是积极的，但乌克兰不相信俄罗斯的承诺，只相信会谈的具体结果。乌克兰将继续与俄进行谈判，并且期待谈判能够取得成果。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保障，乌克兰在这一问题上不会有任何妥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将俄乌谈判视为优先事项。此外，俄乌双方官员在周二还再次提到举行两国总统会谈的问题。乌克兰谈判代表波多利亚克表示，相关基础文件已经准备好了，应当尽快促成两国总统举行会谈。但俄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表示，双方需先谈妥条约内容，然后才能讨论领导人会谈并签署条约等问题。乌克兰要求的是在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条件下实现俄罗斯的撤军，而俄罗斯呢是要在达到乌克兰要求中立化或者去军事化这个之后，俄罗斯才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缓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两方之间有一定的这个分歧存在。外界注意到，就在本轮谈判结束后，俄罗斯副国防部长福明也宣布，考虑到增强互信，并为下一步谈判以及签订条约创造必要条件，俄方将大幅减少在乌克兰基辅和切尔尼戈夫方向的军事活动。相信乌克兰也会做出相应的回应措施，为下一步谈判创造条件。对于俄方的表态，乌克兰军方也予以证实，表示乌方注意到基辅和切尔尼戈夫附近的俄军正在撤离。不过，美国国防部却发表声明表示，俄军从基辅周围阵地调离少数部队的行动更像是重新部署，而非撤退或撤离。就在俄乌冲突迎来重大转机之际，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受到国际关注。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就对俄罗斯谈判的严肃性表示怀疑。美国总统拜登周二与到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谈后，被问及此事时表示，俄罗斯采取具体行动之前什么都不会信，将拭目以待。We'll find out what they do, but in the meantime,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keep strong the sanctions.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Ukrainian military with their capacity to defend themselves. 周二，拜登还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举行了1小时的视频会谈。美欧5国领导人重申，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物资及安全防卫援助。因为美国它的目的是要以最小的这种成本阻碍俄罗斯未来的发展，从而达到这种长期将俄罗斯衰退下去的这种目的。有分析指出，俄乌冲突能否实现完全停火，目前仍有待观察。但美国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等方式持续煽风点火，无疑是在加剧乌克兰危机。Bu pozisyonda yakalamış olmaktan dolayı elinden gelen baskıyı yaptı ve yapıyor. Yani hem askeri anlamda hem yaptırımlar anlamında bu NATO'yu harekete geçirdi. Avrupa Birliği içinde o çatlak sesleri biraz daha en aza indirdi. Burada olabildiğince Rusya'yı daha köşeye sıkıştırmak ve bu savaştan, bu krizden daha zayıf bir Rusya'nın ortaya çıkmasını tabii ki hedefliyor. 相比之下，处于战火边缘的欧盟国家，出于自身地缘政治的考虑，与美国在很多方面的分歧越发严重。俄乌新一轮谈判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通电话。据悉，双方谈到俄方决定向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供应天然气时，改用卢布结算的有关问题。此前，G7国家表示拒绝按照俄方要求使用卢布进行结算，但俄方强硬表示，如果欧洲拒绝卢布结算，也不会提供免费的天然气。美国《华尔街日报》表示，俄乌战事陷入僵局，欧洲经济被拖累的迹象越发明显。主要工业国家透露出对俄制裁点到为止的意思，但东欧国家则表示反对。比利时方面就直言，制裁如果要达到俄罗斯受伤比欧洲更严重的效果，对欧洲本身的冲击也将是灾难性的。
另一方面，俄欧在外交领域持续交锋。当地时间周二，比利时、爱尔兰、荷兰、捷克4国宣布驱逐共计43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理由是他们进行间谍活动。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这些决定毫无根据，俄罗斯予以强烈抗议，并将采取相应措施。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欧洲本身就存在分歧，比如说德国和法国这些国家的话，他们一起肯定是要保证这个首先实现这个局势的缓和。那么这些新欧洲国家、中东欧这个国家呢，他们首先担心的是自己安全的问题，所以说他们积极的会依靠于北约或者和美国来提供一些安全的保障。对于俄乌第5轮谈判释放积极信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正确途径，呼吁俄乌双方坚持对话谈判的大方向，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早日恢复和平。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应多说有利于对话谈判的话，多做有利于对话谈判的事，支持俄乌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要警惕和防止拱火浇油，激化矛盾，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设置障碍，增添阻力。针对中国是否可以成为俄乌和平协议的担保方的提问，汪文斌表示，中方支持和鼓励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努力，乐见俄乌双方对话谈判。中方一直在为和平尽力，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俄乌的第5轮谈判是今天记者会上的热点。那我注意到汪文斌的回应传递了2层信息。首先，他指出俄乌双方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并且说中方乐见对话谈判。这些表述进一步展现了中方所主张的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正确途径这一贯立场。那这个立场呢，站得稳也站得准。此外，汪文斌还进一步指出，要警惕和防止拱火和浇油，这也是针对未来呢谈判路上可能出现的曲折与风险，中方提前为国际社会打的一剂预防针。周二，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举行视频会见。针对俄乌局势，王毅强调，中国的立场清晰明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站在和平一边；在单边制裁与对话谈判之间，我们站在对话一边；在拱火浇油与降温灭火之间，我们站在降温一边。时间将证明，中国的立场是负责任的，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博雷利表示，乌克兰战火仍在持续，对欧盟和全球造成严峻影响。欧方呼吁尽快停火止战，开放人道主义走廊，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止规避制裁，希望中方为推动实现和平发挥重要作用。博雷利进一步介绍了欧方立场，并表示，欧方不寻求改变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不希望看到局势升级，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和阵营对抗。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俄乌代表团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那么您是否认为俄乌冲突出现了拐点呢？双方谈判的成果公布之后，全球资本市场一片红。我想，这一方面说明资本市场对和平非常的渴望，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俄乌冲突的确到了一个转折点。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俄乌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但是局势朝着降级、停火止战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简单来说，双方达成的重大成果包括乌克兰以永久中立无核国家的地位换取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类似于北约第5条这样的集体防御条款。如果乌克兰受到攻击，那么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国需要提供保护。第二个就是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我认为这2项重大的成果其实就是解决乌克兰的国家地位和身份的问题。从2013年以来，乌克兰问题的核心就是乌克兰如何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进行定位。经过了这么一场剧烈的军事冲突，各方或许在寻找妥协点，那就是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同时乌克兰加入欧洲的经济体系。这样的话，乌克兰在安全上中立，在经济上谋求繁荣，这个可能是各方能够接受的一个均衡状态。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已经将非军事化、去纳粹化的要求下架了，因为在3月25日。俄罗斯军方已经宣布第1阶段的目标已经完成，顺理成章，在这次谈判中也就没有再提及了。
为了局势降级，俄罗斯宣布减少基辅、切尔尼戈夫的作战行动。其实，这也是3月25日俄罗斯军方调整作战计划的必然的结果，也就是完成第一阶段目标之后，集中力量于顿巴斯地区。此举是增进双方的互信呢，还是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我们还需要观察，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俄军的作战目标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回到了2月24日冲突爆发之前。在之前的节目中，我曾经提到，如果冲突限制在顿巴斯地区，也就是顿巴斯小战争，双方是可以谈判的。而现在俄军将目标集中于顿巴斯地区，这是双方可以持续进行谈判的一个基础。可以说，俄乌冲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和平的曙光也出现了。至于领土的问题，乌克兰方面在原则上不可能让步，泽连斯基政府大概会以时间换空间，一是通过比较漫长的全民公投，二是为解决领土问题设定一个冷静期。比如说，克里米亚半岛在未来15年或者更长时间，双方不以武力方式去改变现状。当下双方能够做到的，以及当务之急就是停火，减少人道主义灾难。当双方将焦点集中于顿巴斯地区的时候，有2个问题需要关注，一个是明斯克协议还要不要？双方谈判或者是目标是回到明斯克协议，还是说在现有的状态下进行谈判？乌克兰很难放弃顿巴斯地区的主权，而俄罗斯将顿巴斯地区克里米亚化也不容易。现在双方在战场上出现了僵局，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攻势还可能会加强。比较理想的目标或许是将亚速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但是得到北约援助的乌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并没有消退。我认为双方要建立和平的时候，或许还是要回到明斯克协议，在这个基础之上寻找可行的有力的实施方案。俄乌的谈判进程能够让西方解除或者缓解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吗？我个人认为，即便俄乌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未必会缓解，更不要说是解除了。俄乌双方谈判之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出了3个解除制裁的条件，一个是顿巴斯地区划为北约俄乌共同管理区，行政人员由北约俄乌3方组成；二是俄罗斯向乌克兰难民提供赔偿；三是安理会核查俄罗斯的核武库，如果俄罗斯能够满足，即可解除经济制裁。这样的条件，俄罗斯大概很难满足。而俄罗斯对北约和美国的要求，在冲突爆发之前也提出来了，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3条：乌克兰不加入北约，这一条可能会实现。但是俄罗斯周边的北约国家的军事部署以及北约回到1997年的边界，大概是难以实现的。关于制裁的问题，虽然因乌克兰问题而起，但其实是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一场战争，不过是以经济和军事威慑的形式进行，其核心还是在欧洲重划安全边界。俄乌冲突之后，北约给予乌克兰大量的军事援助，本质呢是北约出钱出枪，乌克兰出人，与俄罗斯进行一场消耗战。对于这一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看得很清楚，他对北约国家进行了分类，并非所有的北约国家都希望乌克兰在短期内取得胜利。泽连斯基呼吁北约国家提供飞机、坦克和防空导弹，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英美对乌克兰的支持比较积极，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对俄罗斯施加了严厉的制裁，包括不再进口原油。而欧盟国家则比较希望局势稳定，毕竟大量的难民涌入欧盟，同时欧盟的能源价格在上涨，要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还需要时间。北约东翼国家在俄乌冲突之后更加的恐俄。除此之外，俄乌冲突激发了人们关于核武器的讨论，这对于欧洲来说是非常大的震动。由此可见，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西方社会越来越明显的恐俄、仇俄的情绪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即便俄乌停火止战，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战、舆论战也难以结束。最终还是要通过北约、美国、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谈判，重建一个均衡、有效、持久的欧洲安全秩序。
就全球战略稳定和欧洲安全范围达成妥协之后，或许西方才能够缓解或者解除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军费预算创下新纪录，达813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2万亿元。然而，仍有美国国会议员嫌不够，还想继续加码。美国残联会主席米利此前为索要军费，还拿中俄作为借口，叫嚣美国必须买更多的飞机和军舰。史上最高军费的蛋糕，美军要怎么切？为什么说美国再多的军费也买不来绝对安全？崔磊、陈斌在线解读。当地时间周一，美国白宫正式对外公布2023财年预算方案，其中8133亿美元的国防预算金额引起外界关注。白宫发布的声明称，这份预算是美国历史上在国家安全领域最大一笔投资，但有美国政客仍然对此不满意，联名致信拜登，要求进一步提高国防预算。破纪录的国防预算会被如何瓜分？真的能为美国换来所谓的绝对安全，还是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来看报道。当地时间周一，美国白宫公布了2023财年预算方案，提出削减赤字、加强国内外安全保障以及促进美国境内投资等3项目标。美国2023财年自今年10月1号开始，白宫和国会需要在此之前就拨款问题达成一致，以便联邦政府继续获得保持运转的资金。在这项5.8万亿美元的预算中，大幅增加美国国防开支引起外界高度关注，达到8133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此前不久，美国总统拜登刚签署了经国会审议通过的2022财年国防预算拨款法案，预算额达7820亿美元。从目前的预算数字来看，2023财年将比2022财年的预算增加313亿美元，增幅为4%。华尔街日报指，这表明了拜登政府愿意为军事项目投入更多资源，包括援助乌克兰反击俄罗斯。拜登当天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说，这笔预算提供了保障美国安全所需的资源，能确保美军仍然是世界上准备最好、训练最好、装备最好的军队。毫不意外，拜登依然将中俄当作增加国防预算的最佳借口。The world has changed. In addition to dealing with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21st century, we're once again facing increased competition from other nation states, China and Russia. And this will be among the largest investments in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 history. Some people don't like the increase, but we're in a different world today. America is more prosperous, more successful, and more just.When it is more secure. 通常来说，美国国防预算包含2大部分，一部分由能源部等单位执行，用于美核武库的升级改造等；大头则为军事预算，由国防部支配使用，用来保持美军内部运转，支持在全球军事行动、采购武器装备、开展颠覆性军事技术研发等。具体到2023财年国防预算，涉核武预算为402亿美元，其他军费开支则高达7730亿美元。美国防长奥斯汀表示，这较上一年提升4.1%。同时，他也直言，这份国防预算反映出美国的国防战略以及该战略对中国发展步调的关注。事实上，从马蒂斯到奥斯汀的历任美国防长都将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视为美国军力发展的衡量标准，也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先进程度以及能力范围视为美国需要克服的一种标尺。美军近年来不断强化核武库升级。据报道，拜登政府为下一财年列出344亿美元，用于升级陆海空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包括陆基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潜射弹道导弹。具体而言，包括哥伦比亚级战略导弹核潜艇、B-21新型轰炸机、陆基战略威慑系统和 LRSO 空基巡航导弹。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美空军仅有 AGM-86B 空射核巡航导弹一款核武器，射程约2400公里，但美军评估认为 AGM-86B 在越来越先进的防空系统下脆弱不堪，因此2009年启动 LRSO 空基巡航导弹计划，由雷神公司中标，预计2027年服役，总耗资预计高达200亿美元。
此外，预计耗资63亿美元的哥伦比亚级战略导弹核潜艇建造计划的首舰也正在建造当中，同样预计2027年正式交付，2031年进入轮换部署。用于取代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的哥伦比亚级将成为美海军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潜艇，搭载的武器系统包括可实现全球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军还期待哥伦比亚级成为世界上新一代最安静核潜艇，其在智能化、信息化、无人化方面的改进被认为可能引发海战方式的改变。另外，预计耗资50亿美元的 B-21隐形远程轰炸机预计会在今年首次试飞。隐身化改造后的 B-21可透过美国本土基地和海外基地的连结，在24小时内于全球投放具有重大杀伤力的武器弹药，执行斩首任务或进行核打击。除了提升美国的核打击能力，在新的国防预算中，国防部还将重点建立综合威慑力，要求在所有作战领域实现军队现代化，包括海、陆、空、网络和太空。比往年是增加4%，它维持这么高的这个国防预算，也就每年生产出口大量的武器，将会对世界各地发生的这个军事冲突，直接提供更多的这个燃料。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防预算已进入8字头时代，但美国一些政客仍然不满意。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上周美参众两院武装力量委员会的40名共和党议员向拜登致联名信，要求2023财年国防预算增长额度应当达到5%，而不是现在的4%。在他们看来，白宫提出的8133亿美元远远不够，因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正在呈指数级增长。他们还老调重弹，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周一，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表示，美国所有部门的军事高官都明智地要求更多开支，要求更多舰船、更多飞机、更多武器、更多卫星和更多训练，但拜登却给他们更少的资金来让他们完成使命。有分析指，在共和党议员对拜登政府提出的预算不甚满意的情况下，美国防预算额度在未来审议过程中水涨船高是很有可能的。若按照5%的涨幅要求，最终在形成法案时，2023财年国防预算或高达8211亿美元。而华盛顿政策分析公司则预测，美共和党可能会将最终目标设定在8750亿美元。事实上，美国国会在审议军费预算时加料的情况近年来屡有发生。去年5月，拜登政府提交的7529亿美元的2022财年国防预算，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给出一个新的加军费理由。他说，俄罗斯与中国的预算加在一起超过了我们的预算。最终，美国会批准的国防预算为7820亿美元，比拜登最初所要的增加了291亿美元。有观察指，同样的情况近年极有可能再次发生。美国军方这种算法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即使中国相加，也只不过也不到美国的一半。再一个，他这种思路也是有问题他在判断国际形势的时候，总是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尤其是在这个军事、国防方面，中俄两国在合作上完全是有底线的。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配合创纪录的军费预算顺利过关，周一，美国五角大楼同时还向国会提交了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这份报告更像是一份军费申请书，点明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将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列在最前面，还声称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是优先事项，然后是俄罗斯对欧洲的挑战。针对美国五角大楼的新一份国防战略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二举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回应指，美方上述国防战略报告充满冷战和阵营对抗思维，中俄是两个大国，美国企图遏制打压中俄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美方应当反思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对制造假想敌、无视他国正当安全关切、挑动集团对抗的做法进行检讨和纠正。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公布了2023年国防预算超过8000亿美元，那么对此您如何看呢？
主持人好，美国呢公布了2023年度国防预算，数额超高，达到了8133亿美元。这个预算案呢是在俄乌军事冲突进行的当中公布的，不仅呢得到了2党议员的赞成，而且还有40名共和党议员呢执行拜登，要求进一步增加。拜登讲解国防预算时呢，明确表示主要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呢也将针对朝鲜、伊朗，要确保美军呢持续成为全球最完善种备、最精良训练、最先进装备的军队。从这个历史新高的国防预算案中呢，我们可以看出4大指向。第一呢是美国领导新的军备竞赛，以维护这个美国的安全名义，把世界呢推向更不安全的境地。俄乌军事冲突呢引发欧洲国家纷纷增加军费，那么美国超高的国防预算案呢是火上浇油，将会使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呢变得更加气势汹汹、肆无忌惮。第二呢是增加了战争的风险。军备竞赛的终点呢是战争，或者是高强度对峙的冷战。美国拿起的所谓民主联盟呢，不仅正靠军事恐吓来制造新冷战，而且在阻断全球化进程。按照美国战略学家的话说呢，军备竞赛往往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第三呢是把中俄2国及朝鲜、伊朗作为敌对目标，表明美国政府呢仍然以冷战思维看待21世纪的世界。这不仅会阻止东西方的合作共赢，而且呢会浪费大量的资源能量，不把精力呢放在造福人类上，而是要放在自相残杀上。第四呢，中国将面临巨大的防卫压力。尽管呢俄乌冲突成了美国增加军费的一个噱头，但美国的矛头呢依然清晰地指向了中国，把中国看作是最具挑战性的战略威胁。遏制中国呢是主题曲。那么中国周边印太地区将是发生军事冲突几率最高的地方，五眼联盟、四边机制、澳英美3边安全伙伴关系等等，将在中国周围区域呢不断的骚扰，对印太地区呢构成安全威胁。我个人认为美国引领军备竞赛将把世界导入更不安全的境地，美国恐怕呢也会自身难保。从美国军费预算中，您怎么看其特点和走向？中美军事竞争的关键点又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好问题。正在进行的俄乌军事冲突呢，已经显现了美国军事现代化和武器装备带来的优势，特别是信息技术和轻型精准武器上。俄乌军事冲突呢打到僵持阶段，美西方给乌军的武器装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在新发布的国防预算案中，我看呢有3大特点需要注意。一呢是加大颠覆性技术研发投入。2022年和2023年的预算案对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研发投入都很大，强调呢要在人工智能、军用 5G 技术、量子计算与加密通信设施上下功夫，打造全新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系统。二是通过技术革新增加武器销售量，开发新兴的突防能力强、隐形效果好、网络化、扁平化、耐消耗的武器平台，替代呢冷战时期的集合多功能于一身的大型作战平台。预计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取得突破以后，将迎来军售爆发期。美国现在呢在拉动这个军备竞赛，也是为这个军火销售做准备。三是专项经费水涨船高，针对重点区域和防范目标，比如说呢为加强对俄这个制裁，国防预算中呢专门编制有欧洲威慑倡议，加强对华军事威慑、太平洋威慑倡议应运而生，以确保呢美国拥有足够的战略资源和军事能力应对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2022年太平洋威慑倡议呢已经达到了70亿美元，2023年安排呢这个61亿美元，估计国会还会增加遏制中国的军费。我们可以看出呢，美国正把军事重点转向印太地区，把遏制中国呢作为首要目标。这也意味着呢，中美军事竞争重点呢将是武备的现代化和军事指挥的信息化，无人作战装备、这个加密通信技术、高超音速导弹、精准制导导弹及反导系统、信息战技术、空天战、远程运输等方面呢，都是中美军事竞争的重要领域。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自上周6起对美国进行为期8天工作访问，期间他与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多名政要及商界领袖会谈。外界注意到，李显龙是拜登就职以来首位访问美国的东盟国家领导人。一向呼吁中美合作的新加坡对于中美关系有核心表态。俄乌冲突下，新加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也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这是否意味着不选边站的新加坡此次有意跟随美国起舞？来看报道。当地时间周二，到访美国的李显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拜登进行了约1小时的会晤，双方就亚太地区问题、乌克兰局势以及双边关系交换意见。拜登在开场白中表示，李显龙是在西美两国的关键时刻到访。多年来，新美的战略关系支持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李显龙回应表示，新加坡与美国在经贸、安全和防务领域有极佳的关系。他期待与拜登讨论进一步推进与拓展新美关系的新领域，同时推进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在会晤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李显龙表示，上一次同拜登见面还是在 G20 罗马峰会期间，如今两人再次会晤，国际局势已经产生变化，乌克兰危机导致世界不确定性上升，这也会对亚太地区产生影响。因此，亚太各国需要保持开放的对话渠道，构建包容性机制，避免潜在燃点升级为冲突。 Countries with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need to pursue all efforts to settle disagreements through peaceful means so that we can avoid re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It's important, therefore, to keep open channels of dialogue between countries, includ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is will help to manage developments in order to avoid conflict and prevent misreading each other's intentions. 李显龙介绍，他与拜登讨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时加强战略和经济投入的重要性。他指出，促进一个开放、包容、实心而灵活的正面经济议程是重要的。新加坡因此欢迎美国提议的印太经济框架。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尽管拜登自上台以来一直兜售其印太战略，李显龙也对此表示欢迎。但在新美元首开场和记者会上提及本区域时，李显龙仍多次使用亚太一词，仅少量提及美方制造的政治名词印太。对此，新加坡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上周也曾强调，无论名词如何表述，把精力和创造力投入建设和发展融合而非分歧的架构上更为重要。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推行这个印太战略，这个实际上跟中国的关系啊，这个陷入一种结构性的这样的一种恶化和竞争呢，这是新加坡所不愿意看到的。李显龙啊，使用亚太而不是印太这个词，反映出来实际上这个亚太本身这个地区，它有它自己独特的这种地缘的、政治的、经济的这样的一种现实。当被问及对美国政府亚太政策的可预期性有多少信心时，李显龙表示，从宏观角度来说，美国两党对亚太政策的导向已经有了共识。That they want to engage China,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develop a stable, predictabl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engaging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not just on strategic and security issues, but also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nd other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links. And we in Singapore will do our best to help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proposals work. 在此次访美之旅中，李显龙还同美国防长奥斯汀会面，双方重申新加坡作为美国主要安全合作伙伴的地位，并认同持久的双边防务联系是新美伙伴关系的关键基础。新加坡与美国自1990年签署了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后来在2019年更新。在协议下，美国可以使用新加坡巴耶利巴空军基地和38望港设施，新加坡则可有3支空军训练分遣队在美国训练，并计划于2029年在关岛设立第4支空军训练分遣队。李显龙说，希望这次会谈能深化现有的合作，并探讨有利双方的新合作领域，比如在关岛为 F-35型战斗机提供培训，或在人工智能领域。在会谈中，李显龙与奥斯汀也讨论了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和地区事态发展。此前，新加坡对俄罗斯实施了金融和贸易制裁，也是东南亚唯一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李显龙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在此事上会采取强硬立场。When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broke out, Singapore took a strong stand on principle, because for us, the principle that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national borders should not be violated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UN Charter is a fundamental and existential. 实际上跟它自身的这种地缘这种政治安全地位有关，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一个面积比较小的国家，而且是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才开始独立的，所以其实它自从独立开始就面临着与周边比较大一点的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了。欢迎回来。周三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期不断借乌克兰局势发表涉两岸关系的不当言论，妄图以美谋独。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挟洋谋独没有出路，押宝外部势力注定落空。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在台独的道路上铤而走险，必将遭到迎头痛击。朱凤莲还表示，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胆敢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将采取断然措施。近日，台安全部门负责人陈明通借俄乌局势不断大放厥词，一方面渲染两岸开战言论，称大陆将对台湾全面动武；另一方面又称美台间有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如果两岸发生冲突，美国介入会更深。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借乌克兰局势频频口出狂言，刷存在感。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已经从民进党当局不断自我安慰的谎言中，看清了他们心虚胆寒、色厉内荏的本性，看清了外部势力不可靠、不可信的真相。台湾问题纯粹是中国的内政，轮不到外部势力来插手。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于实现国家的统一，而不是依靠什么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胆敢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不断扩充所谓军费开支，以编列5000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115亿元）的特别预算，用于战机采购和所谓战力提升，还将编列潜艇自造特别预算。甚至有传言，民进党当局将恢复1年征兵制。岛内媒体估算，此举等于扩军25%，增加4.7万人。那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不断的抛出这些，就你刚刚提到的什么延长兵役呀、扩大预算呐、模拟战灾呀这些的话题，煽动抗中保台，完全是为了谋求一党私利的政治操弄。表面上说是要保护台湾民众，实际上是把台湾民众推向战火，险恶之极。朱凤莲表示，近期岛内不同的民调都显示，近80%台湾民众认为两岸关系应维持和平往来，要安宁，要发展，要过好日子，是台湾同胞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大陆也蛮好的啦，就是说还是坚持这个和平统一。我觉得两岸只有和，大陆说利好吧，我们说利多这对两岸绝对是一个最大的好处。还有记者问及台美签署野战信息通信系统军售案。据报道，2020年12月，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宣布售台野战信息通信系统，包括154个通讯节点、24个通讯继电器、8套网管系统与其相关设备、系统技术支持、人员培训与后勤支持等。根据台当局电子采购网3月9号刊载，台美已在日前正式签署这项采购合约，涉及总金额约合人民币15.6亿元。有台军方人士称，这项军购案是陆区系统的升级案，未来这套系统抵达台湾后，不仅能用于作战时建立完整通讯，也可用于台军在通讯不良地的救灾。但有军事观察家指出，这套系统必须接入美军卫星才能使用，这无异于将台军的情报交予美国。美国还可以通过这套系统接管台军的指挥权。岛内有舆论就认为，民进党当局既希望这套系统能所谓改变整个战场，实际上是为未来美军赴台共同作战，在通信指挥上做准备。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反对美国同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勾连外部势力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美军会协防台湾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最近我们做了一些民调，
民众都已经不太相信美军会来协防台湾哈。这个即使相信的人也大概都只有20%多，那最多了大概就是认为就是说美军就是提供我们武器吧，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哈。所以把它想象成说一套这个通讯系统进来是因为为美军入台作战做准备，我觉得这想太多了啦。有媒体注意到，美国学者葛莱仪、庄婉桦最近发表了一篇报告，攻击联大2758号决议，声称决议没有解决台湾的所谓地位问题，质疑一个中国原则，鼓吹国际社会应允许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对此，朱凤莲提醒，这篇报告明确写着得到民进党当局的赞助。台独分子及其御用文人不断地重复所谓的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2758号决议没有解决台湾的代表权问题，实际上就是想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概念来回避台湾是一个中国这一历史和法理事实。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靠这种低级的手段来歪曲国际法和攻击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出路，只会自取其辱。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民进党当局不停地刷存在感，散播大陆是否会对台发动战争、拟恢复征兵制等言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称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进。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胆敢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采取断然措施。